尹锡悦在台湾问题上玩两国论，还召见中国大使抗议，该制止他的疯狂症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爽。近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谈到台湾问题，并声称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台湾与大陆两岸间的问题，而是与朝鲜半岛问题相似的国际问题。他还强调，国际社会反对以力量改变现状，当前的紧张是因为有人依靠力量改变现状。前一句把台湾问题与朝鲜半岛问题划等号，忘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而朝鲜半岛问题是两个国家的问题。而后一句就更夸张了，把美国干涉台海问题的观点，或者是G7国家的观点，说成是代表国际社会，这脑子可是有点问题了。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此回应称，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他人智慧。朝鲜和韩国都是已经加入联合国的主权国家，朝鲜半岛问题与台湾问题的性质和经纬完全不同，根本不具可比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希望韩方切实遵守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精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审慎处理台湾问题。然而谁也没料到，韩国外交部当天晚上竟然召见中国驻韩国大使，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尹锡悦的涉台言论，并称中国此举是不恰当的外交失礼行为。韩国外交部称，尹锡悦总统的反对依靠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言论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韩国外交部希望中国不要为韩中双方交往制造不必要的障碍，这可真是不知收敛，反而倒打一耙了。尹锡悦在台湾问题上玩两国论，表面上看是无知，深层原因可没那么简单。首先，尹锡悦即将访问美国，这次发言可以看成是给拜登的投名状，为将台湾问题国际化造舆论，试图阻止中国统一，甚至将台海危机以台独分裂活动，以解放军的军事施压隔离，这些都是美国在当前推动的战略。尹锡悦虽然是个政治小白，但是担任韩国总统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不可能不知道台湾问题的本质。他现在故意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表态，无非就是想让主子多给点施舍。其次，尹锡悦故意将朝鲜半岛危机与台海问题划等号，是有其目的的。当下他在韩国的支持率已经不足3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行对朝鲜的敌对政策，让韩国变得更加不安全，自己解决不了朝鲜问题，就说这个问题需要由国际社会参与解决，自己没有责任。台湾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是中国内政，却被尹锡悦说成是国际问题，他无非就是想告诉韩国人解决国家分裂问题的复杂性。你看，连中国人都搞不定，别怪我无能。第三，尹锡悦此举试图彰显韩国是西方国家集团一员的身份，并与中国划清界限。韩国现在被认为是发达国家，而尹锡悦推动与日本和解之后，也被邀请参加G7成员国会议，这让他感到沾沾自喜。韩国虽然想与中国做生意挣钱，但是尹锡悦在骨子里想使韩国像日本一样变成一个西方国家，而要让西方国家认可，就需要与中国划清界限，在台湾问题上以G7集团统一声音。但是他似乎忘了，G7成员国也只是关切台海和平，还没有哪个国家敢说台湾问题与朝鲜半岛问题是一回事儿。总体而言，尹锡悦当政的韩国政府想要的无非就是一边与中国做生意，一边努力成为一个西方国家。这不但失去国家的战略自主性，还有可能比G7成员国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走得更远。除了台湾问题之外，他还释放了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信号，这个后果同样非常严重。尹锡悦政府现在的确有点太嚣张了，因此我们不需要对这个国家太客气，该敲打时就敲打。中国有的是办法对付那些挑事者、闹事者。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